Hello，大家好，我是苍哥。那么今天这一期非常特别，是关于 B 型肝炎的这个主题啊。B 肝非常重要，它是国人肝病的罪魁祸首。今天就要跟大家科普这个知识啦。那么今年刚好是 B 型肝炎的40周年，为什么呢？因为就在40年前，1981年的时候，首支抗 B 型肝炎的这个血浆疫苗成功上市啊。那基本上呢，今天这一期除了 B 肝，也大概会跟大家带一下其他的肝炎。那么常听到的肝炎吼，就 A、B、C、D、E 啦 ，A 肝、B 肝、C 肝、D 肝、E 肝。我知道 D、E 大家比较少听过。那我先稍微简介一下 A 肝到 C 肝好了。A 型肝炎是什么呢 ？A 型肝炎的病毒它主要是透过不洁的食物感染，所以如果你有时候去一些东南亚的国家还怎么样，你要注意一下当地有没有 A 肝的这个盛行啊。那 A 型肝炎它算是一个自限性疾病，自限性疾病的意思说，在支持性疗法的状况下，你体内的免疫力基本上都可以驱逐这个 A 肝病毒这样子。那预防 A 型肝炎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注重这个饮食啊，跟饮水的卫生。那也可以考虑这个疫苗接种来预防这样子。接下来讲一下 C 肝，C 型肝炎它是透过血体液的传染。那比较常见的感染方式，例如说你跟患病者共用这个牙刷啊、刮胡刀啊、针头啊等等，那因为互相就有接触到对方的血体液，又接触到你，那你就会被他感染。那用餐是无妨的那目前C 肝其实治疗进展非常的迅速，基本上以现在新药的治愈率来讲，平均治愈率有9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接下来就讲到今天的主角 B 型肝炎啦。B 型肝炎它的主要方式，第一个一样是所谓的血体液传染，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垂直传染，就是妈妈传给小朋友这样子。那从1986年开始呢，全台湾全面施打这个新生儿的 B 肝疫苗之后啊，这个 B 型肝炎的盛行率在年轻一代已经慢慢的下降，非常的显著。但是啊，这个 B 型肝炎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国人肝病的罪魁祸首，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那药物的角色也是主要以控制为主，这是未来医学界还值得突破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来讲一下 B 型肝炎的症状有哪些。上一部影片呢有跟大家讲过，肝炎有所谓的肝病3部曲，就是你会先从肝炎变成肝硬化，最终变成肝癌所以呢，基本上一开始 B 型肝炎感染你的身体，那你的肝脏开始发炎之后，就进到肝炎的阶段。肝炎的阶段初期没有什么症状，除非你真的是定期去抽血去做健康检查，你才会看到你的肝指数升高了，不然你完全不知道你得了肝炎。那等到你的肝炎已经中度甚至重度之后，才开始会有一些倦怠呀、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那更严重者就会开始有黄疸，就你开始眼白变黄，皮肤变黄，这时候你的肝炎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了那你不断的肝炎的结果，你肝脏一直受损修复，受损修复，它会形成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结疤这一类的组织，就会进到所谓的肝硬化阶段。那到肝硬化阶段因为你肝脏整体的功能慢慢的丧失，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你会开始有一些腹水啊等等地方，各个身体的地方积水这一类症状会跑出来，那你也容易会出血，因为肝脏跟你凝血功能有关，你会凝血功能不好，容易出血，你也容易有一些食道、胃的静脉曲张啊、脾脏肿大、整个肚子不舒服等等的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肝硬化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就是里面都是一些受损的细胞嘛，那细胞的基因就可能会突变，最终就有可能会变成肝癌啦。所以这非常可怕，这个肝炎、肝硬化以及肝癌就是所谓的肝病3部曲，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所以我们要从一开始肝炎就把它阻断掉。那么 B 型肝炎的治疗有什么呢？基本上你受到 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之后呢，它会去感染你的肝脏，但这时候反而不是造成你肝脏破坏的罪魁祸首，这时候反而是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系统就侦测到，你的肝脏细胞里面多有病毒，我要把你打爆，然后它在打病毒的过程中，顺便把你的肝脏打爆了，对，所以这才是 B 型肝炎里的肝脏会受损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机转啦。那目前的治疗方式主要有2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口服抗病毒药物，那这一类的抗病毒药物，它可以去抑制 B 型肝炎病毒的复制。那常听到的，例如像什么肝氨能啊、肝势能、贝乐克，如果你家人有在服用相关的药物，你应该对这些药物的中文名
还蛮熟悉的哈。那第二个比较常用的方式是所谓的注射的干扰素啦。那干扰素它有点像是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之一，那它有兼具抗病毒以及免疫加强的2种作用，所以干扰素注射到你的体内，可以同时帮助你的身体去对抗这个 B 肝病毒这样子。那 B 肝目前主要还是以控制为主，所以即使你吃药啊，做这些治疗，你这个肝功能指数都正常了，测起来的一些抽血检查都正常了，你还是要定期追踪。最后我们就来讲一下 B 肝的预防了。那就刚刚讲到了，这个 C 型肝炎其实90%以上的这个机会都可以完全根治，但是 B 肝的治疗以这个控制为主，所以这个 B 型肝炎带原者即使你服药啊还怎么样，你去抽血检查现在是正常的，不代表未来是正常的未来如果你免疫力下降还怎么样，你 B 型肝炎又跑出来作怪，这是有可能的。所以 B 肝带原者一定要定期的回诊追踪，要确保体内潜藏的病毒没有再出来作怪。那如果你不是 B 型肝炎带原者呢，基本上你可以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去测一下有没有针对 B 肝的一个抗体。那这边稍微补充一下，1986年之后的新生儿已经全面接种了 B 肝疫苗，但是到20岁，就是大家大学的时候会有那个健康检查嘛，只有大概30%， 30%的人可以测得到抗体，但这并不代表剩余的70%的人对 B 肝是没有保护力的，因为我们测抗体只能测得体液免疫这个项目，但你身体还有重要的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免疫这个并不是抽血可以测得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抽抗体，发现抗体是阴性，测不到抗体，你倒是可以跟医师讨论一下，是不是要再追打疫苗看看。这追打疫苗之后，你的抗体就有可能会再跑出来，会比较安心。像我就是这样子，对，但不是说一定要打，你可以跟医师讨论。那其实也会鼓励大家，就是要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啦。那要避免就是跟陌生人共用牙刷啊、刮胡刀啊、针头，那以及危险性行为，这些都是 B 肝可能传染的方式。好的，那么这集基本上都到这边，那请大家就到科普新事业频道，那他们那边会发布另外一支有关 B 型肝炎疫苗的详细影片，那欢迎大家去观赏咯。我是苍哥，那么这集就到这边，大家拜拜。